道友快跑！木兰人的身世来了，陆道友已被灭杀，再不走就迟了。就在刚刚，我经过木兰草原，没想到居然遇到了对方的圣女，并且展开了交战。噬金虫，那名拥有灵虫的修士竟然也是你！你们木兰认识此虫的法事竟如此之多，这真让汗毛有些意外。是上次从我手中逃走的法师告诉阁下的。天风部穆上师的身躯是毁在你手里吧？穆上师，上次使用御风车追我的那名法师，他的躯壳的确是被我毁掉的。若不是他元婴逃得够快，我原本还想让其神形俱灭的。难道你是想替他报仇？穆上师的身躯被毁，使其修为不尽，这没什么好抱怨。不过阁下竟能驱使噬金灵虫，并且神通如此之高，那今日是说什么也不能放你离去了。女子话音未落，便一扯身上白色的缎带法宝冲韩立一抛，一个大盘旋后骤然化身为一只雪白大雕。这巨雕的遁速竟如此之快！韩立一惊，不及多想的便单手一抬，数十道纤细金弧就从其掌心处弹射而出，化为金色大网朝空中迎去，将那白雕罩在其中。这巨雕居然能挣脱我的金雷主网，看来得另想个法子，就是现在。韩立目中寒光一闪，一道黑光就破口射出，随即化为巨大的红色巨手。那巨手迅速一捞而下，将那巨雕的身躯强行抓到了手中。道友就不心疼宝物被毁，还是道友认为在下的举动根本无法毁掉此宝？你说呢？对方对巨雕被擒之时，居然视若无睹，反而脸色凝重的低声念动着某种上古咒语。不过能让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都需要如此长时间念动咒语催动的，那肯定是非同小可的功法，绝也不可能让他如此顺利的施法成功。韩立便脸色阴沉的大袖一甩，数十道青色飞剑便从其袖口中鱼游而出，然后连结在一起，化为一片青色霞光，剑气万千的朝着对面席卷而去。韩立放出的青竹风云剑所化的青霞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屏障挡在了其外，根本无法靠近分毫。此女脸上随即现出一丝得意之色，但是很快眼中神色又忽然一变，因为此时对面的韩立又抛出了黑乎乎的一物。此物一脱手后，迎风狂长，眨眼间便化为100余丈高的一座黑色山峰。千重峰！绿衫女子不敢应接，不及多想，便两手掐诀，瞬间化为一缕清风，从帘影中消失不见。没想到他竟会这种不下于雷遁术的诡异遁术。下一刻，20余丈外光华闪动后，女子窈窕的身形就在青光中重新浮现了出来。我就不信灭不了你！只见光华一脸，竟是一只青铜油灯。看来你对手中的宝物是信心十足啊！不知可否赐教此灯的来历？灯类的古宝，在下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。不能，你还是做个糊涂鬼上路吧。我真正的杀手锏，是那早已使用土遁术悄然引入地面下的银月。相信此刻，银月已将自成都悄然展开，只等他稍微疏忽，就会给其致命一击。巨剑终于站到了莲瓣所化的光幕之上，静待他的本命法宝被毁，修为大损的情景出现即可。韩立却忽然两手往胸前一合，一只手蒙上一层白色寒光，一只手浮现了蓝焰闪动。扑哧一声，一团鸡蛋大小的紫色火焰就浮现在了两手之间。紫焰在轻微的爆裂中化为一只栩栩如生的紫焰小鸟，
一展翅下，冲向了悬在半空中被灯焰包裹的青色巨剑。这紫火是什么来历？竟能不惧我古灯的宝焰？此人只是元婴初期，就有如此多的逆天神通。若是让其进阶到了中期甚至后期，那他岂不是要横扫木兰草原了？我虽然还有紫罗极火、血魔剑等杀手锏，但他绝不是普通的元婴中期修士，我可真不愿和对方同归于尽。道友既然如此喜欢玩火，不若就尝尝我这紫城兜的玉阳真火滋味如何？妖女，找死！银月果然不负所望。主人，只要等我们回去了，下去了这女子留在灯上的一丝灵石，此古堡就任谁都可以驱使了。胆子不小啊，竟敢拿我们木兰人的传承之宝